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小木，今天教大家知有志系列冉安羊绒衫的编织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句诗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衣服有不同尺码，每个尺码又分长短款，都分成了厚片、浅片、袖子和领子这几部分。注意，这件衣服整体是用2根线编在一起编织，大家可以从线团的中心和外围同时取线，合并当做1根线编织。教程演示为了方便观看，使用1根线，大家注意不要取错线。先编织厚片，分为下摆和身体。下摆采用右手长围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编织，形成这样的螺纹。下面了解一下图解，这里我以任意尺码图解为例，最终图解以拿到的实物为准。图解的一个格子表示1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。这里的1竖表示下针，1横表示上针。为了方便观看，空白格子也表示上针。加针的位置在同一位置织出2针，所以占2个格子。空白区域没有针，表示不需要编织。这里数每行针数时，就数格子的数量，然后与棒针上的线圈数量对应。这里用到的针法图解都会进行相应标注，这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。箭头表示编织方向，正面均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反面则是从左向右看图解。注意反面编织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起针，采用右手长围起针的方法，注意开始预留线头，然后往返编织双螺纹。大家先学习方法，然后对照图解将其完成。具体织法请看演示。长围起针后，片织双螺纹花样。双螺纹整体上是2针下针和2针上针交替的纹理。首先进行长围起针，起针之前需要将线头预留一定长度，通常是织片长度的3倍左右。具体长度参考图纸，将线头打一个活结。左手拿起1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1针，右手握住2根线，拇指和食指穿入这2根线中间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这根线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长线头挂在拇指上，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。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2针，接着起第3针，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，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上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，第3针就起好了。继续起第4针，先将针穿入拇指挂的线圈，再挑起食指挂的线，
并从拇指的线圈中穿过。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。第4针就起好了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线始终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线挂在拇指上，不要挂错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起针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这个就是长尾起针法。起针完成后，开始织第一行。第一行在正面编织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全部编织和图解相同的针法。注意不同产品织片首尾几针的情况会有所不同，大家实际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如果首尾的情况和小样情况不同，大家可以先看我演示上下针的织法，再对照图纸编织。可以看到，这里第一针是一竖的符号，表示下针。编织时，右手拿起一根棒针或者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。织下针前，线要放在右针的下方，然后将右针从上往下穿入第一个线圈中，注意不是2个线圈之间。绕线，挑出，同时放开左针上的线圈，一个下针就织好了。第2针继续织下针，线在右针的下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针的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又一个下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下针织完后，对着自己的一面，下方会形成辫子形状的纹理。在另一面看，下方这里是这样的一根横线。第3针是一横的符号，表示上针。注意，上下针交替时，要将线放到对应位置再织，因此织上针前，先将线放到前方，然后织上针，将右针从下往上穿入线圈中，绕线，挑出，同时放开左针上的线圈，一个上针就织好了。第4针继续织上针，线继续在前方，从下往上穿入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又一个上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上针织完后，对着自己的这一面，线圈下方是横线，
从后面看，线圈下方则是辫子。继续织2个下针，注意这里要先将线放到织片后方再织。完成后，继续织2个上针，不要忘记将线放到对应位置再织。完成后，继续交替织2个下针和2个上针。结尾几针对照图解编织，将第1行织完。由于起针的原因，第1行下针如果不太好织，也可以像这样穿入线圈织下针。现在小样第1行就织好了。如果大家不太会数行数，第1行织好后，可以在正面任意一个辫子上做标记，方便数行数，同时也相当于在正面做了一个标记。接着织第2行，第2行在反面编织，需要编织和图解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下针符号织上针，上针符号织下针。小样图解开头是2个下针符号，我织2个上针。注意，织上针要将线放在针的上方再织。接着是2个上针符号，织2个下针。大家也可以根据纹理编织。看到下方是上针纹理，也就是横线，就织上针。横线织上针。看到下方是下针纹理，也就是辫子，就织下针。
辫子织下针。继续对照纹理编织，将第2行织完。边缘一针纹理可能不明显，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这样第2行就织好了。接着织第3行，同样可以根据下方纹理编织。边缘一针纹理不清楚，对照图解编织。接着全部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同的针法。辫子织下针，连续2个横线，织2个上针，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最后一针同样可以看图解编织。往后每一行，无论正反面，都可以根据下方纹理编织。看到下方是横线，就织上针；看到下方是辫子，就织下针。这个就是双螺纹的编织方法。小样这里织好了几行双螺纹，我们可以在正面数一下行数。7号扣这个线圈是起针形成的，我们从上方这个辫子开始往上数，一个辫子就是1行。这里是5个辫子，再加上针上的线圈也算1行，因此我们这里总共织了6行。这个就是双螺纹数行数的方法。这样下摆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身体，接着下摆继续往返编织，形成这样多列的花纹。用到的针法较多，图纸都有标注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织第1行，在正面编织，这里我以小码为例，小样行数不做参考，大码直接对照图解编织就可以，方法一样。注意更换对应型号的环形针编织。先织一针下针，然后是一针上针，注意变换线的位置。接着是一针下针又加针，这里下方是上针纹理，从前方挑起这根横线右侧，织一针下针，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。
这样就织出了2个线圈，上针位置的右加针就织好了，后面均称为右加针。继续织一针下针，接着又是一针右加针，这里在下针位置编织，先挑这个辫子下方右侧这根线，织一针下针，接着挑线圈织一针下针，这样右加针就织好了。然后织3针上针，继续织一针右加针，下针位置先挑下方辫子右侧这根线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挑起这个线圈，再织一针下针，继续对照图解编织。我再演示一下在上针纹里织右加针的织法。先挑横线右侧织一针下针，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，右加针完成，后面继续对照图解编织对应的针法，注意上下针不要织错。完成后可以核对一下针数，第1行就完成了。下面第2行对照图纸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接着至第3行，开始织一针下针，然后对照图纸一针下针一针上针交替编织双桂花花样。注意不同尺码花纹稍有区别，大家注意对照各自尺码的图解编织，后面就不重复提醒了。双桂花花样织完后，织2针上针，接着是做上3针交叉针，将右侧这3针移到麻花针上，注意选取与棒针差不多粗细的麻花针。放在后方，然后将左侧3针对应至下针，再将麻花针上的3针对应至下针，注意麻花针不要扭转。完成后看一下，靠左的3针在上方，左上3针交叉针完成。
下面是右上3针交叉针，将右侧3针挑下，放在前方，左侧织3针下针，麻花针上织3针下针，看一下靠右的3针在上方，右上3针交叉针完成，继续织2针上针，然后是右上1针交叉针，将右侧1针穿到麻花针上，放在前方，左侧织1针下针，麻花针上织1针下针，注意麻花针一定不要扭转。右上1针交叉针完成，下面是左上1针交叉针，先将右侧1针挑下，放在后方，左侧1针织下针，后方1针也织下针，左上1针交叉针完成，继续织2针上针，下面是右上2针交叉针，右侧2针挑下放在前方，左侧2针织下针，麻花针上2针织下针，右上2针交叉针就织好了，继续织3针上针，下面是右上2针与1针上针交叉，先将右侧2针挑下，放在前方，左侧1针织上针，再将麻花针上的2针织下针，右上2针与1针上针的交叉针就织好了。下面是左上1针与1针上针交叉针，这里编织熟练后，1针的交叉可以不用麻花针。这里我演示一下织法，先将左针2个线圈调到右针上，然后左针从后方穿入右侧这个线圈，左手捏住线圈底部，右针松开线圈，从前方将左侧这个线圈穿回右针上，再套回左针上，这样就交换好了2针位置。原先靠左的线圈在前方，然后对应织1针下针，和1针上针，
左上一针与一针上针的交叉针就织好了。继续织3针上针。下面是右上2针交叉针，右侧2针挑下，放在前方，左侧2针织下针，麻花针上织2针下针，右上2针交叉针就织好了。继续织2针上针，下面是右上1针交叉针，这里3针及以下的交叉针，小样都不用麻花针，大家按照自己的编织习惯选择用不用麻花针。先将左侧2针挑到右针上，左针从前方穿入右侧线圈，交换线圈位置，然后对应织2针下针，右上1针交叉针完成。继续织左上1针交叉针，先将左侧2针挑到右针上，左针从后方穿入右侧线圈，交换线圈位置，然后对应织2针下针，左上1针交叉针完成。继续织2针上针，下面是左上3针交叉针，针数较多，借用麻花针编织。先将右侧3针挑下，放在后方，织3针下针，麻花针上3针对应织下针，左上3针交叉针完成。下面是右上3针交叉针，先将右侧3针挑下，放在前方，织3针下针，麻花针上织3针下针，右上3针交叉针完成。往下继续对照图解编织。我再演示一下右上2针与1针上针交叉针，先将左侧3个线圈挑到右针上，左针从前方穿入右侧2个线圈，
交换线圈位置。右侧2个线圈在前方，然后对应至一针上针，和2针下针。右上2针与一针上针交叉针完成。下面是左上一针与一针上针交叉针，先交换这2个线圈位置。左侧线圈靠前，然后对应至一针下针和一针上针。左上一针与一针上针的交叉针就织好了，继续对照图解织完这一行。第3行完成，后面第4行对照图解编织相反织法。大家也可以对照纹理编织，下针纹理对应至下针，上针纹理对应至上针，织完这一行。第4行完成，下面织第5行，先对照图解编织。双桂花花样位置，注意上下针错开编织。每个花样之间间隔位置编织2针上针。花样位置对照图解编织对应的针法。下面我演示一下左上2针与一针交叉针，将左针上3个线圈挑下，从后方穿入最右侧线圈，交换位置，然后对应至3针下针。可以看到左侧2个线圈靠前，左上2针与一针的交叉针完成，继续对照图纸织完这一行。
第5行完成。后面第6行在反面对照纹理编织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后面的第7到10行继续对照图解编织，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。下面第11行还会遇到新的针法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织法，行数较少，不做具体参考。先演示一下右上一针与一针上针交叉针，先交换2个线圈位置。注意右侧的线圈在前，然后对应织一针上针，和一针下针。右上一针与一针上针交叉针就织好了。下面我再演示一下左上2针与一针上针的交叉针，先交换右侧一针与左侧2针的位置，左侧2个线圈靠前，然后对应织2针下针，和一针上针。左上2针与一针上针的交叉针就织好了，大家继续将第11行完成。后面还会遇到右上2针与一针交叉针，大家按照针法交换线圈位置后，对应编织下针即可。后面继续对照图解往返编织，注意长短款行数不同，大家按照需求编织完引返编织之前的行数。下面需要在2侧引返编织形成斜肩，先在左侧引返，下一行在右侧开始引返，最后进行相行。这里引返编织的方法，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留针的引返编织，例如我这里第1行这一侧引返5针，也就是前面正常编织，剩下5针时就不织了。我这里织好了第1行，翻面，继续织第2行。第2行开头织有节的划针，无论这一针是什么针法，都要将线放到右针上方，挑下第1针，然后拉紧线。如果接下来一针织上针，就要将线绕一下，绕到上方再织。如果接下来一针织下针，直接织即可。我这里在反面织上针，可以发现第2行在这一侧引返5针，也就是织到结尾，剩下5针不织。完成后翻面，继续织第3行，开头织有节的划针，也就是以上针方式挑下，拉紧线。如果下一针织上针，就将线再绕一下，绕到上方再织。如果下一针织下针，
直接编织即可。这里我织下针，有时候每一段引反的针数都相同，有时候会因为花样等原因，引反针数不同，具体需要根据图解来编织。可以发现，这里第3行结尾需要引反3针。注意，这里有节的划针算1针，也就是要将这3针不织。现在第3行就织好了。第4行也是在结尾引反3针。同样，这个有节的划针看作1针。每次引反后，开头的这1针都要织有节的划针。现在就织好了第4行。有的时候，引反的同时还要在中间挖领口。大家实际可以对照图解编织。我继续将这个图解中需要引反的行数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，引反完成后，对应这个图解倒数第3行完成。接着需要销行，也就是这里的第9行。先将这一侧销行，我这里就全部织下针。遇到有节的划针，当作1针织下针即可。这一侧销行完成，最后一行要进行这一侧的销行。我这里就是在反面全部织上针。遇到有节的划针，这里也当作1针织上针即可。这个就是留针的引反编织。最后一行完成后，将肩部对应的线圈修针，中间扶针收针，
具体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最后修针收针的方法。最后一行在反面结束，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。然后另取线穿入缝针，将右侧对应的线圈修针。大家也可以先用记号扣标记出位置。小样这里数量随机。这里大家也可以穿到另外的棒针或环形针上。接着用记号扣标记出左侧需要修针的线圈。小样同样针数随机。然后取出新线，打个结。这一针下针，调整一下线圈，继续这一针下针，收一针。下面按照这样的方法收完记号扣右侧的线圈。最后还剩一个线圈也收掉。套回左针上，核对一下剩余的线圈数量，将其修针。这里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。完成后，将线头在反面顺着纹理打结收好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。这样修针收针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后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前片，采用右手长尾起针的方法往返编织，同样分为下摆和身体这两部分，编织方法与后片类似，只是前片身体最后部分需要在中间留出领窝，分左右肩编织。肩部织完后，与后片对应的肩部合并收针。这里我大概讲解一下编织顺序。织完领窝收针之前的行数，对照图纸先往返编织左肩。注意，这里的左右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。
开始在领口一侧减针，边缘不加不减编织，最后几行引反编织。完成后，与后片对应的肩部合并收针，然后在领窝接线收针。接着往返编织右肩部分，同样在领口一侧减针，另一侧最后引反编织，最后同样与后片合并收针。这里引反编织的方法与后片对应位置类似。中间领口减针及结尾合并收针的方法，大家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，学会方法后对照图解将其完成。我们来学习一种比较常用的领口减针，也就是通过织浮针来减针，从而形成需要的弧度。假设这是一个前片领口，因此这一侧就是左肩，这一侧就是右肩。有时肩部需要引反，这里没有引反，只讲解领口减针。我们先织左肩，这个图解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首先织领口第一行，这里也就是先织13个下针。如果针数较多，大家可以先用记号扣将这些针数隔开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第一行，剩下的线圈暂停编织。接着织第二行，第二行在反面编织。可以发现这一行开头要连续收3针，如果连续收针数较多，我们可以先用记号扣隔开。开始收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，再织一个上针。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上针，再收一针，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反面就是边织上针边收针。记号扣右侧还剩一针，也就是第3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一针收掉。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就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这里我们直接织上针。注意，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这一针要对照图纸编织。织完后，将第3针收掉，这样图解上的3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。编织前，这个线圈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洞眼。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上针。
现在第2行就讲完了。接着至第3行，对照图解，全部织下针即可。我已经织好了，继续织第4行。这里开头只要收2针，方法和第1行相同。先织一个滑针，再织一个上针，收掉1针，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掉1针，线圈稍微拉紧，接着全部织上针，并将第5行也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5行，继续织第6行。这一行开头只要收1针，方法和第1行收第1针相同。完成后全部织上针，剩下的第7行和第9行都是全部织下针，第8行和第6行相同，开头收1针，第10行不需要收针，正常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这10行，最后应该是剩下6针。接着织右肩，编织前我们需要先在中间收掉9针，可以用记号扣隔开。重新取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稍微拉小线圈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收掉1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收掉1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，继续将剩下的几针收掉。同样注意，收最后一个线圈时，织的这1针就是这个收针符号左侧第1针，要对照图纸编织相应针法。我们这里继续织下针并收针。
完成后，从第2针开始，将这一行织完，然后在反面将第2行全部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2行，继续织第3行。开头连续收3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和一个下针，收掉1针，继续织下针收针。现在3针就收好了，继续将第3行织完，并织完第4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4行，第5行开头要收2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开头2针相同。往后第7行和第9行开头都是收1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收第1针相同。我继续将右肩剩下的部分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右肩，这里也应该剩下6针。这样，这种领口减针的方法就讲完了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，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，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2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2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2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2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2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1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
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2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2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，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这样前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袖子，一共2个，都是采用右手长围起人的方法往返编织，分为袖边和袖身。其中袖边的织法与后片下摆类似，袖身的编织与后片身体类似，同样需要更换对应型号的环形针编织。袖身第1行需要加针，大家对照图纸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将其编织完成。袖身完成后，编织下针扶针进行收针，具体收针方法请看演示。边织下针边收针，一般织完大平针后，在正面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这种情况收针时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好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好了一针。我继续将它们收完，每次都是织下针进行收针。现在还剩1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，线头长度根据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。通常只要预留10厘米左右即可。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这个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的方法。无论哪种收针方法，结尾固定线头的方法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演示，并且全部完成后，如果不是特定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的短线头可以
在反面顺着织物的纹理收一下。尽量不要影响正面纹理。收线头时，可以将整个线头全部收完。袖子完成后，将袖子正面朝外，侧边对应缝合起来，按照行与行的缝合方法进行。具体缝合方法请看演示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。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。首先找到边缘第一针。边缘第一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。第一种是滑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滑针，只是滑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三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四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一针左侧就是第二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二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二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二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二针。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滑针，同样
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两个织片上，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，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两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，例如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完成后，将袖身收针的中间位置与前后片肩部拼接位置对应，对照结构示意图，留出对应的袖洞尺寸。具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需保证织片均匀平整对接，中间多找几个点固定，然后按照针与行的缝合方法进行缝合。具体缝合方法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针这一侧就挑8字，
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，并且如果行数多于针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最后将前后片侧边缝合起来，方法与袖子侧边缝合方法相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到这里，袖子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领子，在前后片领口位置挑针绕圈编织。挑针时注意对照结构图，在前后片领口均匀挑出对应的针数，具体针数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，注意总针数为4的倍数。穿入侧边形成的辫子挑针即可。具体挑针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先挑直第一圈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。我们从后片开始挑针，可以发现后片一般分为3段，2个侧边以及中间部分。挑之前可以先根据图纸上的要求，将后片总的挑针数分配到这3段。通常中间都是一一对应挑针，剩下的针数均匀分到2个侧边即可。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后片挑21针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，这11针通常就是中间浮针收针的针数，剩下的在2个侧边分别均匀挑5针即可。挑针的这一圈全部织下针，对于这样的侧边，就是挑边缘的几根线，注意要大致均匀。这里我用不同颜色的线演示，方便观看。侧边挑好后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。完成后，这个侧边继续均匀挑5针。完成后，到了前片位置，将前片总的挑针数同样分配到这3段。
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前片挑39针，中间这里我收了7针，因此两边各挑16针，大致均匀分配即可。全部调好后，核对针数，然后将它们均匀分配到3根棒针上。这样，第一圈挑针就讲完了。挑针完成后，绕圈编织双螺纹，全部从右向左看图解。棒针编织时，交界处注意稍微拉紧，防止纹理不美观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进行单螺纹收针，收针方法请看演示。全部织完后，进行单螺纹收针。先织2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第一针下方是辫子，第二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。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，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。织之前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，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又收好了一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；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还剩一个线圈时，线头稍微留长一点。固定线圈，最后可以用这个线头将首尾缝一下，确保没有明显的凹口。
这样单落纹收针就完成了。这样领子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